慧珍姐，现在中国网友都在讨论这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叫做张雪峰。我想说，他也不是一个高官，他也不是官二代，他也不是什么学者，到底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因为第一个，他是带领中国教育这种文化非常重要的人，而且还41岁，他突然死亡了，而且重点是他非常的会讲真话，他把中国人的这种心里话全部都说了出来。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中国的内卷。对，就从这个张雪峰开始的。应该这样讲哦，张雪峰他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就是跟你我一样，完全就是凡夫俗子，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一些好像非常辉煌的一些人脉关系。他凭着他自己，凭着一个干劲，凭着一个冲，凭着一个所有事情都做到100%的这种干劲哦，然后内卷，然后不断的竞争，然后告诉自己就说我们要选出最容易赚钱功成名就，所有东西全部都功利主义，从这样的角度去冲。所以他给年轻人这个希望是什么？我要像张雪峰一样，我们虽然没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起跑点，但是我们只要一直冲，我们可以跟别人一样享有这个功成名就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结果他竟然提早冲到人生的终点站了，才41岁啊！所以人家就心里想说：天哪，我希望我可以跟张雪峰一样，就没有想到张雪峰竟然在41岁的时候就已经心脏骤停，然后有点像是心肌梗塞就离世了。而且呢，你知道吗？他们就后来就发现说整个中国这种心源性的猝死竟然有54.4万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张雪峰的死亡讯息，我们特别把微博热搜全部都拿出来。第一个就是心源性猝死，第二个什么？张雪峰公司发讣文，还有什么？谁缅怀张雪峰。第四名是什么？张雪峰曾经提醒网友提醒过张雪峰注意心脏问题。前4名都是他，全部炸过。因为我们都心里想说，很多的中国年轻人心想说，我这一辈子希望的就可以像张雪峰，结果没有想到什么，他41岁就已经是人生谢幕了。然后，其实张雪峰自己说过，他人生的目标就是有一天，当他死了，各大平台的人会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他会成为那一代人的记忆。没有想到他这个愿望是达到了，但是没有想到是41岁他就已经骤逝了。然后你刚刚提到，你看现在画面有没有？大家就说，哎呀，你好像嘴巴，你看他嘴巴真的发紫，他其实嘴巴的唇色是不对的。就他竟然说，我告诉你，我是跑马拉松的，直播之前才跑16公里，你跑不过我的，你在那跟我讲什么？你这哪根葱啊？就这样子，你看人家提醒他，他还是用这种姿态，然后甚至在2天之前有人说，你的眼睛肿了，下眼睑尤其浮肿，看起来不太对劲。对，结果他没有，他说你在讲什么？我是我身体状况我好得很，我是跑马拉松的，轮得到你在那跟我指教吗？然后呢，再来，张雪峰生前有一张照片，就现在网络上疯传，就是一群人一大桌子，他的嘴巴，对，他的嘴唇是紫色的，其实都紫色，所以显见他心脏的问题应该有一段的时间哦，而且你看，一桌子全部都是他的兄弟，对，结果，这个人嘴巴都已经紫了，你们还在那边喝酒，这边吃东西，没有人真的叫他缓一缓、停一停，去做个身体健康检查。甚至在他3月22号，他本来要去参加一个无锡马拉松的，他被取消了，然后他被剔除资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体检里面的心电图异常。所以换句话说，张雪峰，你身体有问题的状况早有22号有异常，结果24号就走了。是，然后呢，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哎呀，你身体的状况其实你早有警讯，你为什么不去看呢？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你一旦停下来，你就落后别人了。当别人还在冲刺、还在跑的时候，别人还在不断的在前进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为了你身体问题，你就放缓脚步呢？你不能休息，你要一路的干到底。是，如果我休息了，别人就会超越我了。所以这种的内卷文化，就是张雪峰最为代表的人物。对，所以他这个猝死纽约时报就出了一篇文章啊，内卷时代的中国人的焦虑。然后呢，他除了对自己非常的严苛，不准自己放缓脚步之外，他对别人也是激进残酷的一个谏言啊。这个谏言某种程度上也是还蛮难听的。比如说，哎呀，我是文科生啊，雪峰哥，那你觉得我找什么工作好呢？他就直接骂你说，文科生你当服务生端盘子吧，文科生有什么前途？哎呀，那这样子，我雪峰哥我念金融的，那可不可以啊？金融，你爸爸是习近平吧？你妈妈是什么红二代吗？没有，那你还干什么啊？你算了吧你。
所以他就是没有背景的不要碰，不要碰，然后言语非常犀利哦，其实听了其实还蛮难过，但是他被人家认为是功利主义的第一人呐、所以他其实他这种坦率，给那一些平凡的年轻学子来讲说没有错啊，他讲的对啊，我什么都没有，没人脉没钱脉，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条命，我不拼，我不干到底怎么行啊？所以在社群网站上，人们就追问他究竟是把中国年轻人引向更好的未来，还是提早扼杀了年轻人的梦想。然后呢，包括你看，还有没有2023年就有人问他孩子学新闻，这个我会很生气哦。我觉得他在影射我们很多。他说这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干一个事，就是把他打晕。真的不要干新闻，真的太过分了。那我们这一群人是怎么样？是傻子吗？这有一个东西叫理想，好不好？不过我跟你讲，你看他那一句话，他讲什么？我是普通老百姓啊，如果我家境好一点，我有多一点选择，那不存在这个错不错的问题。但是多数的家庭都跟我一样，条件没那么好，那怎么样呢？你就找一条路让你自己吃得上饭吧。所以一旦他这个奏事之后，有一个话题，张雪峰送给迷惘年轻人的一句话 ：Enjoy your life。另外一个是过度自律。对。但是真的吗？张雪峰的辞世可以让这些不断的在事业跑道上不断的在奔跑的年轻人真的可以缓一缓脚步吗？我跟你讲，恐怕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张雪峰猝死的这件事情，对，你看看，中国竟然还有企业怎样？各位同事，如果你感到身体不舒服、胸闷、胸痛、不明原因的疲累、心慌、晕眩感，马上立即 Ctrl 加 S 保存你的工作内容，以免失去到重要数据。不是要去看医生吗？不是要去关怀吗？是你把你的资料存好，对公司来讲，你的命不重要啊，资料才重要啊。所以你说嘛，张雪峰的一条命带给了这个企业有反省吗？似乎是没有。再来，他看什么？竟然还有公司简介的文化是什么？透过 AI 能力来帮助企业淘汰更多的人。本来这个员工里面，企业里面有100人，他说，我们希望要聘真的人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我现在员工100人，我要裁的剩10人，我就聘你啊，帮我裁掉其他90人。你帮我来裁员？对啊，不是这根本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了。是在这样子的非常竞争内卷的文化里面，中国一个东西蓬勃的发展，什么临时工啊？他们竟然还非常骄傲说，我们全中国可是有2.4亿人口都是临时工。临时工代表什么意思？是没有正职，没有工作。临时工是没有劳健保的，对，没有他们的这个保险的，是没有的。是你没有保障的，你找不到正职工作，你生活没有那个稳定的。结果他们竟然说，临时工多好啊！我们2.4亿人口都在做临时工，这也真的是举一把眼泪。然后你看哦，他说各种的，比如说你要找月嫂啦，找保姆啦，找清洁工啦，各个方方面面服务订单啦。这个零工的 app 也太多了吧？零工灵活，零工记账找活，找零工一大堆，还有什么小鸡上工，15万人下载，这么多人的，是，所以代表着很多人没有工作，所以才在这个临时工这个网站上来寻找一个出路。然后你来看旁边那个什么你看反馈中心就是好，那大家开始什么样的临时工最多呢？就被人家反馈诈欺，什么意思？我是来找工作的，结果怎么找到的工作都是诈欺跟色情，真的太过分了。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原来看起来非常多的临时工作，但事实上里面都暗藏风险呐。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可怕。再来还有什么呢？就是中国 BOSS 直聘 App 真的安全吗？刚刚提到嘛，有诈骗有色情，现在有一个女生自称是985学校毕业了，在学校非常有新闻播报经验的人啊。结果呢，她就上去，她就想说，我也想要找工作。结果她自己看起来条件都不错哦。结果她附上一个什么？她说，曾经接受过领导长达45分钟的剧烈撞击，3条线，这太恐怖了吧？结果你看下面有什么？某公司的9号马上联系他，然后问他说，请问这45分钟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啪啪是什么？啪啪什么？啪啪走，啪啪跳舞吗？真的是让人家觉得难怪人家说里面暗藏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脏东西。而且他还回什么 ？HR 说那方便来面试吗？是不是？那这个直聘的 App BOSS 直聘到底是去找工作，还是变成一个
黄色的平台，就色情媒介，所以这人家就心想说，这也太可怕了吧。然后还有什么？你看现在就有人就说，哎呀，那你来应征，而且我告诉你，我是老板哦，你不用退过 HR，我要应征完之后，赵和，我觉得你讲了一表人才呀，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啊，你马上来我公司。可是我跟你讲，你当员工实在太小看你了，我决定要让你把你们变股东，所以你交个10万给我，我现在公司正好在募资，那你来上，你马上一夜变股东，然后你就把10万交给我。对呀，这怎么变成老鼠会了？我不是去 interview， 结果我要变股东，对，10万块给了你，对，结果你可能就跑了，是就这样。那我问你，你工作已经不好找了，你还那么多陷阱，那现在如果假设你有一份工作，然后呢薪水还不错，你会不会像张雪峰一样不断的拼到自己都把命拼掉了？对，这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刚才讲到张雪峰之死带给中国年轻人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什么样子的警讯呢？其实看起来真的好像没有办法如他所愿 enjoy your life。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